Hello，各位小伙伴，我是高翔。不好意思，这期视频又拖了很久，因为最近事情有点多，目前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有点忙不过来。之前2届 F1 世界冠军阿隆索创建了一个名为 FA Racing 的车队，车队在今年的春节第2天联系上我，签约我加入车队，成为他们的电竞车手。接着安排我上月底去西班牙和阿隆索见面，然后我就开始忙着签证的事。另外我还搭建了环幕模拟器，这是我去年就开始的项目，但因为事情太多，设备就一直被我扔着。不过就在前几天，我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在后面的视频我会来说。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评测直驱模拟方向盘新 Magic。新 Magic 这个品牌公司在深圳，中文是数模科技，英文名我特地问了一下，是把新 Magic 中的 Sim 和 Magic 分离出来发音。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最早是做直驱电机方向盘的驱动板，我在2017年的时候也买了一块，结果1000多买了一块驱动板回来当摆设，一直没空动手。2018年的时候，他创立了这个公司，开始研发制作成品直驱方向盘。毕竟没有那么多人有空折腾 DIY 的东西，当驱动板卖不起量。现在我就来开始说产品。直驱方向盘有分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2种，有什么区别在视频最后我会来说。新 Magic 的第一个成品方向盘是步进电机，这种方案可以说是最具有性价比的直驱方案。首先从基座开始，新 Magic 外观上没得说，做工非常精致。外壳部分是铝合金材质，前后是碳纤维面板，前方有一个 USB 接口是用来插无线接收器。接着基座的轴上也有一个 USB 接口，不过这个接口是厂家用来测试用的。然后前方是一个快拆，内部有一块带触点的电路板，作用是给 HUB 方向盘进行供电。机身背面也很简单，上方是散热风扇，然后左下角是连接电脑的 Type B USB 接口，右下角2个 USB 接口是用来接未来的踏板、排档这些外设使用的。最后就是一根电源线。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直驱的电源超级大。基座的底部有预留4个螺丝孔，但这4个螺丝孔的孔距并不兼容市面上的赛车支架。不过好在厂家在基座的侧面预留滑轨，装上滑块后就可以接上转接支架，根据需求任意调整。转接支架则是可以兼容市面上的各种赛车支架。再来就是要和用户接触最多的方向盘和 HUB， 整个结构基本都是铝合金，面板也是真碳纤维切割。整个盘面按钮加旋钮总共有10个可自定义，下方是2个12段调节的旋钮，右上角是自动回针的拨杆，左上角的拨杆是切换 HUB 的工作模式。拨道下方和中间的区别主要在后面2个离合器拨片上，下方是2个轴单独工作，可以设置成一边线性手刹，一边线性离合。中间是双离合模式，这和 Fanatec 的迈凯伦 GT3 盘体功能一模一样。最后来说拨道上方的设置模式，设置模式下旋转左边的旋钮是调整内回馈力度，右边是调整机械阻尼，按下再旋转是调整双离合的结合点。右边拨杆往上是切换按键灯光，往下压是校准 HUB 的按键。圆形按钮则可以在设置模式下快速切换方向盘度数，默认是360度、540度、900度、1080度切换。不过听厂家说未来可以自定义这些切换的度数。直驱是可以无限转的，也就是想要多少度就有多少度。不过在软件里被限制的最大度数为1600度，这度数模拟大货车都够了。接着来看方向盘背面，中间就是真车通用的快拆座，然后下方是把 HUB 接到电脑升级用的数据接口，红色2个就是以轴为信号输出的双离合拨片，也都是真碳纤维，上方是磁力拨片，这种结构声音很大，但手感非常好。现在很多真实赛车换挡拨片也是这种结构。前面有说到基座上有个 USB 无线接收器，这个接收器的作用就是接收 HUB 的按键信号，
一开始我以为 HUB 的按键信号可以通过快拆做的金属触点传递，结果那个触点只能用来供电。不过这种无线传输方式虽然心理上觉得有点不靠谱，但在我1个月多的暴力测试中没有出现过按键失灵的情况。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接 HUB 升级用的弹簧线到电脑进行有线使用，但就丢失了通过 HUB 快速调整基座的功能了。另外 HUB 是可以热插拔，即插即用，不用断电操作。HUB 的螺丝孔距是标准的赛车方向盘孔距，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不同的盘体。这里我简单演示一下这个 HUB 的亮点、双离合使用的过程。这个需要大家根据不同的车型不断调整结合点进行练习，适应后才能在正赛中快速起步。接着就是很多人关心的力回馈效果，在我长时间测试下来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爽。最大16米的力度可以模拟真实卡丁车的方向盘力度，并且回盘速度非常快，漂移时控车更简单了一些。好抓地的话，车辆力回馈也很直接。直驱相比传统的方向盘优势就是没有经过皮带或者齿轮传递，直接由电机轴传递，使得转向时的顺滑度和力回馈效果都非常接近真车。当然，遇到撞车救不回来的时候，只能把方向盘丢了，否则手就要受伤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支持的问题，直驱在直线行驶时，颠簸路面的震感相比传统模拟方向盘会偏少一点。之前我开始测试新 Magic 直驱的时候发了一个预告，很多小伙伴都关心这个直驱是否能超过 Fanatec CSW V2.5。如果单电机性能对比的话，肯定是新 Magic 直驱好。不过 Fanatec 也出直驱了，具体怎么样还不知道，因为4月底才发售，非常贵，单机座就11500。功能方面 Fanatec 有的，新 Magic 也有，做工也基本持平，但缺就缺在驱动的支持上。大品牌的方向盘，罗技、图马斯特、Fanatec 这些都会有游戏开发商去主动匹配支持，但直驱这样的则只有一些硬核的模拟软件会主动支持。直驱性能再好，如果游戏不支持的话也白搭。像 Forza 这样的游戏可以自定义识别出直驱，但没有力回馈。原本直驱都是专业车队使用的设备，比如我之前在迈凯伦总部测试的专业模拟器也是直驱系统。不过随着直驱慢慢的普及，未来会有更多的游戏和模拟软件开发商会主动支持直驱。像赛车计划2之前开发的时候就一直使用直驱方向盘进行测试。目前主流的模拟软件也基本都支持直驱了，具体可以看一下视频中的图示。新 Magic 的直驱在我测试的时候也发现一些问题，不过好在厂家还是有技术实力的，在我反馈问题后，厂家很快的通过在线更新修复完毕。比如之前按键灯光没有办法完全关闭，熄灭后还有微弱的灯光。双离合拨片原本只能先放右边再放左边，现在可以和 Fanatec 的迈凯伦 GT3 盘体一样，任意一边先放。另外从产品功能可以看出，新 Magic 很多地方是以 Fanatec 为标准进行开发。有趣的是，连 Fanatec 设置麻烦这个问题都一样。我之所以把 Fanatec 当摆设的原因，就是因为设置太麻烦，软件里设置完，机座又要设置，而且官方没有建议的设置。相比之下，罗技和图马斯特就简单很多，基本在软件里调整完就能开跑。不过好在新 Magic 的软件可以保存配置文件，调试好了以后保存相应的软件名称，下次直接读取就可以。这里我建议一下厂家，如果能改进程序，识别不同软件启动时自动读取相应的配置文件就更好了。我在我的公众号放了一些我在测试时调试的几个模拟软件的配置文件，有需要的可以在我的公众号回复新 Magic 来下载。前面说到伺服直驱和步进直驱的区别，简单说就是伺服直驱可以支持更大力度，并且效果更细腻，但一般来说步进直驱已经足够。新 Magic 单机座加快拆的价格是3499，带 HUB 的是5399，带双离合 HUB 的是5699，这个价格非常有性价比，并且可以选配转接器来支持罗技的踏板和排档，或者图马斯特的踏板。其他本身有 USB 接口的设备就更不用说了。新 Magic 的直驱，我认为适合的群体是那些想要高性能、接近真车手感方向盘又不想自己动手 DIY 的小伙伴。如果是玩主机平台的小伙伴，那就买主流品牌的方向盘，这个直驱并不支持主机。另外听厂家说，未来也会有方程式等一系列的盘体推出，
在价格有优势的情况下，想必会对国内图马斯特和芬兰特克中高端的产品销量造成影响。这期视频就是这样，我是高翔，我们下期再见。有需要赛车模拟器产品的小伙伴，可以在淘宝搜索高翔 GLX 来我淘宝店支持一下，谢谢。